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楼市处于下行趋势，并未回暖，并且持续下滑。轻信买涨不买跌，跟风买房血本无归。保楼市还是保实体经济？大陆高层3次对房产地位的喊话，力保楼市。未来房价不会出现全面大涨与大跌，但楼市出现分化，许多城市却出现了房价持续阴跌的情况。近日，大陆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1到3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7765亿元，同比增长0.7%；商品房销售面积31046万平方米，同比下降13.8%；商品房销售额29655亿元，下降22.7%。其次，房屋新开工及竣工面积均下降明显，新开工面积29838万平方米，下降17.5%。整个2022年1季度，国防景气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，3月份更是创下新低，仅为96.66。为何楼市下行趋势会不断持续？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。其一是随着楼市持续不断的调控下，住房的金融投资属性在逐渐消除，整体房价从大涨转变为涨幅持续收缩，再转变为持续回落。其二是越来越多的炒房客纷纷退出房地产市场，真正的住房需求得以体现。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大陆城镇家庭住房普及率高达96%。由此可见，真正的刚性需求已经不多。住房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，供应过剩的情况下，其价格自然也会下跌。其三是房地产市场突破2个18，意味着其发展趋势已经达到顶点。原因在于，无论怎么计算，都不会有更好的数据了，即将触顶反弹。公开资料显示，2021年住房销售面积为18.3亿平米，销售总额为18.7万亿元，意味着已经超过了2个18。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，2022年将会成为我国楼市发展的新生元年。正因如此，对于当前的楼市已经出现了2种对立的观点，其中一部分购房者认为未来房价会出现进一步下跌，原因在于随着房价泡沫逐渐消除，投资房产将会出现亏损，因此当前并不是买房的好时机，买房很有可能会高位接盘。另一部分认为，未来房价依旧还会大涨，原因在于公开数据显示，当前已经有70余座城市放松了楼市调控，并且央行也开始降准，因此当下是抄底的好时间，应该抓住机会买房。事实真是如此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上文已经提到过，大陆仅有不足4%的城镇家庭还没有买房。因此，对于这些放松调控的城市来说，显然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无房刚需尽快实现买房的目标，对于整体楼市调控也有正向作用。那么，未来房价会全面大跌吗？同样也不会，原因在于房价一旦大跌，对于整个经济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。正因如此，当前有20多个城市通过限跌令的方式进行调控。此外，虽然未来房价不会出现全面大涨与大跌，但随着楼市不断分化，许多城市却出现了房价持续阴跌的情况。有一位网友曝光了自己的买房经历，听闻环京城市房价上涨明显。2014年，他带着80万元在大厂入手了第一套房产，并且用余下的钱在当地做起了生意。随着人口的持续流入，大厂房价开始持续上涨。2016年，房价最高点涨到了3.9万元。谁能想到，他买房的时候，竟然是当地房价处于最高点的时期。随着持续不断的调控下，当地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调控措施，比如外地户籍需有3年社保或纳税证明，才能在当地买一套房。由此导致许多在附近城市工作的群体，一下就失去了买房的资格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房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持续阴跌的情况。相关数据显示，短短几年时间，部分房价从最高点3.9万元跌至2万元，紧接着又迅速跌至1.4万元。许多和这位网友一样的人都在纷纷抛售房产，不断下调出售价格，
但依旧面临无人接盘的困境。更令人难受的是，由于近几年大疫的影响，这位网友如今已经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。用他的原话就是：当初完全没有想过房价会跌，更没想过会下跌的这么快，多年积蓄一场空，如今已经在考虑弃房断供了。而这些城市房价走势不断下跌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有3个方面。其一是这些城市缺少人口、产业支撑。过去房价出现大涨，主要有2个方面原因。第一是早期城镇化推动，人口大量流入城市，住房供不应求，造成房价上涨。第二点是住房的金融投机属性。但随着住房大量建设，供不应求的趋势早已逆转，因此对于这类城市来说，一旦人口流入达到顶峰，那么多余的房子就难以消化。此外，对于这些投机严重的城市来说，由于产业支撑难以留住人口，住房的抗跌能力非常差，因此随着人口不断流出，房价自然也会下跌。其二是随着持续不断的调控下，住房的流动性越来越差。一旦这些城市调控加码，比如限购、限售，那么其投资属性就会迅速消除。对于开发商来说，自然是建设了大量的房产。随着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发布，这些多余的房子流动性就会越来越差，新房、二手房市场也会迅速遇冷，那么对应的房价自然也会出现持续阴跌的情况。其三是这些城市资源配套不到位，房价本来就处于虚高的状态。事实上，如果单从建房成本来看，1、2、3、4线城市差距并不大，普遍在1、2千元每平米。由此可见，真正决定房价在于其资源配置。过高的房价早已和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匹配，房价虚高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也就进入了下跌通道。从1998年房改开始，1999年前后，大陆新房均价为2000元每平米，然后就迎来了火热的20年猛涨期。到2021年底，房产价格涨至1万元出头，涨幅超过400%。这也意味着原本10万元的房子，现在已经普涨至40万元。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1线大城市，这套10万元的房子可能已经过100万元，甚至上千万元。进入2022年，疫情的影响越来越严重。如果继续发展房地产，那必然会起到短期刺激经济和拉动 GDP 的作用。然而，过分依赖房产，显然也如同饮鸩止渴。保楼市还是保实体经济？高层3次喊话楼市，已经做出选择了。2022年初，大陆高层指出，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没有改变，房产行业关乎到百姓们的安居和生活幸福，牵连甚广。大陆统计局局长作出发言，房地产依然是支柱产业，住房也是居民的消费之一。这直接给当前沉沉浮浮的房产化的调子，支柱产业毫无疑问。在此之后，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再次提到，居民的收入不断提升，可以推动房产升级。在发达国家，这个道理依然存在，而大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距离，所以房产依然是持久不衰的行业。从上述的3次高层相关一把手负责人的谈话中，不难看出国家对今后房市行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。房产依然是支柱，依然要发挥拉动产业发展、支撑居民消费提升、生活幸福指数提升的作用。央行多次重申，要重新匹配房产贷款关系。2021年下半年之后，以恒大为首的个别房企出现了债务违约的情况。曾经被称为宇宙第一房企的一家房企，正式宣告2.6亿美元债务违约，无力偿还债务之后，其他的债权大概率也会提前到期。央行在对这个事件做出调研后的解释，这只是个别情况。纵观整个房产行业，其他的房企运行良好。在对于2022年后的房地产金融政策方面，央行表示要提供稳健的信贷支持。对于楼市房企融资的3道红线，金融机构向房产贷款的双上限、贷款融资收紧策略，央行则直言，在发布3道红线之后，很多银行直接决绝给房企贷款，这一刀切的做法是不合适的。有专家直言，在房产高热期，减少贷款可以降温，
但是现在房产已经降温了，就应该重新配置对应的贷款关系。因此，对于今明2年准备买房的家庭来说，有3点需要注意。首先是不要像过去一样背负巨额的负债买房了，未来房价走向会更加平稳，今年买不起也可以等明年再买。其次是尽量选择人口集中流入的热点城市买房，住房的抗跌性比较强，也更加保值。最后是千万不要跟风买房，以免未来被套牢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